麻烦你了。总台呼叫第3车队。收到，请讲。有一间蛋糕店被攻击，店家被几个人袭击，位置在香港区皇后大道中360号。收到。这边，阿星，爸爸，没事吧？哎，阿星，我不用你管，要不是因为你，也不会弄成这样。啊，好了，谢谢。医生，他们没什么事吧？啊，没大碍。1个星期不要碰到水，伤口不要给感染到就行。小朋友一会儿要出去拿药啊。嗯，谢谢医生。哎，没事，谢谢。萱萱，还痛不痛啊？不疼，我是个男子汉。萱萱真是棒，男子汉大丈夫，厉害啊！妈妈，你的手有没有事啊？没事，乖。你这2天不要去店里了，还有。我怕那些人会去家里闹事，不如我搬过去陪你们2天吧。万一有什么事，我都在那里嘛。走吧。爸爸，走了。谢谢。萱萱睡了吗？对不起啊，这次这件事，你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最怕儿子出事，那帮人没人性的，我看见他们这样对儿子，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不可以保护他，我这……你放心，我一定全给他抓回来。你抓到了又怎么样？你抓了这一帮，另一帮又来报复，你能抓多少个？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你受了不少委屈，这次还连累了萱萱。我不可能因为怕他们报复，就任由他们胡作非为。说来说去，都是你责任重大，你有伟大的使命，是我们不对。害得你抓人要瞻前顾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之前的事，曾经让我们的儿子心理出现了问题。我在加拿大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他这次回来刚好了一点儿，现在又受到惊吓，刚才还做噩梦。何浩辉，我告诉你，儿子是我的底线，我不会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萱萱有心理问题，为什么你不早点跟我说？你知道有什么用？没用的。我们离婚吧。萱萱啊，爸爸要跟你说句对不起。因为爸爸的事吓到你，还让你做了噩梦。我在外婆家也是常常做噩梦的。最近我和你在攀岩的时候，唐叔叔还说你是一个大英雄，所以我不怕，因为你是一个超人，超人能打败所有的坏人。哦，这个是我。那当然啦。爸爸，我还想吃你之前给我做的饭。可以，随时都可以吃啊。不过我有一个小要求。什么要求？就是可不可以，别再只做那几个菜啊。哇，那个臭小子真是。早啊，妈妈。早。早。根据情报科收集到的资料，阿 Ken 一共有3台手机，
其中一个用的最多，主要都是跟他的手下联络。而另一台手机从来不打电话，只是用来查账。第3台手机的使用率最低。不过最近这一段时间，他只跟同一个女人保持联络，而且有点奇怪。怎么奇怪？这个女人会转账给阿肯，而且她每次转账的数目金额也不少。如果她是阿肯的女人，应该是阿肯给她转账才对。这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安娜。有没有监听过她的电话？有，他们这2天监听到她的通话还有信息，其中一条信息，她约了一个人，明天下午2点在一家餐厅见面。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安娜的话，她极有可能约了她的同党见面。大家注意，我们明天要提前布防，目标人物是安娜，还有一个未知身份性别的同党。Yes sir. Yes sir. 喂，什么事？有什么事见面再说。安娜小姐放心，这个电话没有人知道。我只想告诉你，我会离开香港几天，过段时间再回来。怎么走得这么急啊？我的手下被警察抓了，还有刀疤房的弟弟也被带走问话。你知不知道我为了帮你，我被警察盯得有多紧？你说什么？警察盯着你？对啊，我是为了帮你。我再会。喂，喂。喂，这条线出了问题。为了安全起见，如非必要，我们先不要见面了。那怎么办？按兵不动啊？汪东凯大势已去，现在是大展拳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里面安排了自己人，开始行动了。知道。还没抓到安娜。他应该收到风声，觉得有点不对劲，所以没有出现。但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我看到量子新闻的韦志玲，她从餐厅走出来，神情有点慌张，还有点不自然。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女人很可疑。量子新闻每次爆料都精准打击汪东凯，可以说是专门针对汪东凯的舆论打手。如果真的是他，所有的事都能说得通。安娜通过韦志玲制造舆论攻击汪东凯，用阿堪那帮社团小弟鼓动市民上街上门抗议，扰乱社会治安，矛头直指汪东凯，最终就是要让他下台。他们搞这么多事弄走汪东凯，有什么好处？汪东凯是香港重要的金融专家，是财政司副司长，肯定会守护香港的金融体系。假设安娜是 EGM 的代理人，她这样做很合理啊，因为 EGM 要清除所有妨碍他们的人，重点人物就是汪东凯。那我就把重点放在韦志玲身上，我就不信她可以做到密不透风，早晚会露出马脚。有个人可能帮得上忙。来喝咖啡。哎呀，要我帮忙，只有一杯咖啡啊。那一杯咖啡确实有点随便了，不如向警察部帮你申请一点线人费啊。那倒也不用，只是其实我之前怀疑方大宇的时候呢，我是跟踪了他一段时间的，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至于韦小姐，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板，从来都不会觉得她有什么问题。我总觉得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你想看，如果韦小姐都有参与的话，她应该不是一个专业的罪犯，所以不可能没有破绽。现在我们警方很需要你的帮助。如果韦小姐有什么问题的话，在她身上你应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
我尽力而为，希望可以帮到你们。拜托你了。好，知道。嗨，咖啡帮你准备好了。谢谢。那些钱收到了吗？收到。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转账那笔没问题，就现金那笔还需要点时间。那你按上面的账户再转账给他们。好的。没事的话，我先走了。谢谢。林魏延拍的这些照片，印证了我们的猜测。韦志玲这几天见的客人，全都是各大基金公司的经理。其中2个人的英文名，还印证了蓝名单上面的英文缩写，所以有90%的可能，就是他们在进行金融狙击计划。那我叫林魏延，继续盯着韦志玲。好。警察办案，追捕令。喂，我查到一些事。什么？我查到了一个姓孙的广告公司老板，原来他一直都跟量子新闻有合作。他说韦志玲找他帮忙，叫他把量子新闻的一笔广告费转入一些贸易公司的银行户头里。他还让他在星期5之前把另外几笔款项分别转到韦志玲的其他客户那里。查一下收款的那几个客户到底是谁，再查清楚韦志玲指定转账贸易公司那个老板是什么人，有没有问题？你说之前我都已经查完了，那个公司刚刚成立了2个月，有笔款项还是他们公司第1笔入账收到的款项，我查过了。那公司的老板叫李淑兰，是一名中年女性，背景没有问题。那会不会是他特意开这间公司来收这笔钱的啊？有这样的可能，我再查一下。OK， 我先做事，再联络。喂，最近我们特别闲啊，感觉好像周围都平静了许多。当然啦，听说阿 Ken 逃去了东南亚。他走了，他的手下也不敢干什么。居然让他跑了，老天有眼，早晚把他抓回来。放心吧，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对了，子俊，听说你帮好婆申请了进养老院。哦，对啊，好婆年纪那么大，又孤苦无依，所以找了社工帮忙喽。子俊，你做的不错。大家今天心情都不错，不如去我家的餐厅吃个饭呢。哎，不用叫我。我也是啊，我约了我家少 Sir 吃饭了。我是家庭日，今天学做大厨。哎，头儿，可以哦。哎，我是刚学的，跟那些视频学的。我先走了。我也走了。好。哎，回来了。对啊。你刚才踢球了吗？是。萱萱啊，足球这个事呢，一定要跟朋友团结一致才能赢的，知不知道？知道。你在做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洗手，准备吃饭。是，长官。喂，你会不会开车啊？你有没有搞错？是你撞我的车，你还恶人先告状啊？你看看哪个车比较严重啊？你看我的车尾整个都凹了。你眼睛有事就去验光。你开车开得这么差，还好意思出门啊？ PC 37284少子郡海防道发生纠纷，麻烦立刻派同事过来一下。你撞我！我老公可是议员，你有胆子跟他去闹啊？喂，你干什么？喂！
警察，再不住手就全把你们抓回去！阿 Sir 啊，你都看到了，他砸碎我的车玻璃，怎么算？阿 Sir， 他拿东西喷我呀，我眼睛很痛，现在看不到东西，不知道会不会瞎呀？瞎是不会瞎的，你先不要吵。各位街坊帮一帮忙，有没有人有矿泉水、清水之类的？哎，麻烦了，谢谢了。那把眼睛冲一冲，很快就没事了。刚才整个过程我都已经看到了，你们做了什么心里也有数。那全部街坊也都看得清清楚楚。OK。来，搞定。那我先说好啊，这几个菜呢，我是刚刚学的，要求不要太高啊。那我们吃饭。拜拜。怎么样？好吃。好吃啊。这菜太油了。排骨这么老啊。妈妈，老师说过，不要对人说全部都是批评的话，要鼓励，这样才会令人更有信心，下次才会做得更好的嘛。萱萱真棒，萱萱啊，爸爸不介意妈妈批评我，妈妈批评我呢，爸爸下次才会有进步空间。现在有2个解决方案。方案1，你们俩一起跟我回警局，车子我找人拖走，回去把事情弄清楚之后，看一下告谁，或者2个都告。方案2，私下和解，签了和解协议书之后，2个都可以走。阿 Sir， 明明是他不对在先啊，为什么还要告我啊？没有人说要告你。回到警署，我们知道来龙去脉以后呢，再看会控告哪个，该罚钱的罚钱，该负责的负责，该拘留的拘留。阿 Sir， 需要搞得那么严重吗？不想把事情闹大呢，就私下和解了；要不就选方案1，人就回警局，车就被拖走。和解也不是不行，不过他要先跟我道歉。刚才他拿东西砸我的车。是你先开车撞我的。那王先生，刚才你拿棍子去敲关女士的车窗，是我亲眼看到的，这是刑事毁坏。你自己想想，关女士，你也别以为撞到别人的车这么简单，我可以控告你不小心驾驶或者危险驾驶，那就是双方都有错喽。不如和解吧。好吧，好吧，好吧，就当我们大家都有不对吧，行了吗？王先生呢？算了算了，那不就好了？私下和解，一会儿大家签完和解协议书，签完名就可以走了，可以吗？对了，关女士，不知你老公是哪位议员呢？什么议员呀？你听错了吧？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老公是议员啊？哦。哎，是不是要和解啊？把协议书拿来。对了，阿信，耀阳刚才打电话给我，他说，蛋糕店搞破坏的那帮人全都抓了，所以不用担心，他们不会再来闹事了。哎，话就走掉了。喂。何 Sir， 我查到了韦志玲近期向一个姓关的女士进行了大额转账，很有可能是子俊提到的关女士，可能还跟蓝名单有关。你和子俊马上到界县街那间街包店，我在那里等你，见面再说。好，我马上过来。他们发现了新线索，想我赶快过去。萱萱啊，好好的陪妈妈吃饭，爸爸很快就回来。乖啊。来，坐。来，好。我查过那个关女士，她的背景真的不简单。关女士的老公，应该说她前夫，原来就是江艺人。他们2个在几个月之前刚刚离了婚。记不记得量子新闻的那个韦志玲？他叫广告公司姓孙的老板转了一大笔钱给一间贸易公司。记得啊，刚刚开了2个月的那间公司。那间贸易公司的大股东李淑兰，原来之前
在江议员家里打过工，当了10几年的管家，去年才退休的。那就是说，这个管家李淑兰在退休之后自己开了这间公司，然后就收了韦志玲这么大一笔钱。也就是说，很明显是韦志玲故意绕了一个大圈，秘密向江议员输送利益。那蓝名单里面有没有他俩的名字？我查过了，蓝名单里面的 WZL 和 JQ 2个简写，应该就是指他们2个。子俊够细心，把关女士的车牌发过来，才能这么快查出来。厉害啊！谢谢2位前辈，过奖过奖了。其实呢，我还是全靠头。记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有的事情表面上好像没有关系，但其实背后暗地里藏了许多事，千丝万缕。不用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来夸他吧，子俊。我发现你最近对何 Sir 的态度变了呀。有吗？之前很差吗？为了我们这次这么合拍，干杯了！干杯！干杯！干杯！对了，商业罪案调查科那边已经调查过广告公司老板汇款给其他人的入账账户，全部都跟韦志玲之前接触的基金经理有关。那就说整个事情，安娜应该是总指挥。他一方面指使量子新闻的韦志玲对汪东凯进行舆论攻击，而另一方面就叫阿 Ken 拉人上街去抗议闹事，三方人马夹击，终于逼得汪东凯提出休假。他们的下一步就是这个孙老板，在这个星期五发出去的资金完全到位之后，直到下星期一股市一开的这段时间，我想，这帮人会有大的错。关女士，你认不认识一位叫做李淑兰的女士？认识，不过不熟，没什么联络。据我们所知，李淑兰女士在你们家做了几10年的管家，你们关系也不错，这样还叫不熟？你们到底要问什么？李淑兰女士开了一间公司，她公司账户这个月14号有一笔大额进账，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笔钱的由来？喂，她公司账户有进账，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啊？她除了在你家当管家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工作。那这笔钱是属于什么工作的收入呢？我怎么知道？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的话，我们只有请李淑兰女士亲自解释给我们听。啊，我想起来了，那笔应该是一家广告公司付的策划费，是我介绍给他的。关女士，你毕业之后就结婚，一直都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又怎么了？家庭主妇就没有工作能力了吗？哈利波特的作者也是个家庭主妇啊。那麻烦你提供一下，这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工作到底做些什么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内容？那是人家公司的商业机密，我又没得到他们公司的授权，不方便跟你们说吧。关女士，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协助他人从事洗黑钱活动，一旦证据确凿，你要有心理准备，要坐牢的。少帅，马可，走。我已经跟阮 Sir 汇报了江议员这件事情，他非常的重视。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韦志玲确实有可能向江议员输送利益，不过双方都没有接触过这笔钱，而是由韦志玲的合作方转账给江议员的前妻，说是分手费。不过，江议员的身份始终比较敏感。无论是什么人、什么职业也好，应该查的就要去查。我会暗中调查江议员，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用韦志玲去引出他身后的安娜。喂，请问是韦志玲小姐吗？我是。我是欧记的警员洛雅琪，有个案子想请你明天下午来警局协助调查。哦，好啊。
韦志玲今天约了安娜，这次我们一定要抓到她。Yes sir。大家要小心注意，韦志玲和安娜随时都会出现。一见到他们，马上跟我汇报。我一有命令，立刻展开拘捕行动。韦志玲到了，各单位准备。小姐，几位啊？2位，这边请。嗯。小姐，坐这边。您看看要点什么，有需要叫我。谢谢。小姐，几位啊？我朋友到了。小姐，你看看要点什么，有需要叫我。大家不是说好了只单线联系的吗？因为有特殊情况，我才会找你。今早有警察找过我，让我去警局协助调查，我怕会有什么变数。你等等，我先去个洗手间，回来再说。安娜去了洗手间。阿奇，跟进去。安娜不在洗手间。头儿，男女洗手间都找了，找不到她。不用怕，是我。今天警察找我了，我什么都没说。你对她可真好。那个安娜真是太离谱了，一声不响就这么走了。现在我想找也找不到，完全消失了。我觉得她是感觉到有危险才避开你的。你对她可真好，什么都没说出来。我不说她，是因为我明白，你是想保护我吗？但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可以有事就站在你身后，什么都不管，要你扛下所有的事情。我要站出来，为所有事情负责。千万不要！你已经为了我牺牲了太多了，你别再陷进去了。最近警察呢都盯着我，我估计之后有很多麻烦事。其实你今天不应该这么冲动来找我。不行啊，我接到你电话，我怕你害怕。我的确是很怕。安娜让我派出去的钱，这件事警察早晚会查到，不如我们趁早远走高飞，好不好？我知道这样做对你很不公平，你还有大好前途。我这样的想法的确很自私。你乱说什么？我跟你怎么可以这样算呢？我为了你，什么都可以不要的。我早就知道，我没有选错人。
感谢江议员愿意来协助调查。陈 Sir， 不用这么客气，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尽管说。请问江议员，您认不认识量子新闻的老板韦志玲？认识啊，是朋友。属于什么性质的朋友呢？普通朋友。但这个不像是普通朋友。陈 Sir， 你们警察什么时候还兼职狗仔队了？韦志玲涉嫌一宗行贿案，我们现在在调查他。其实呢，这个私人问题我没必要回答你，不过也没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对，我跟他是男女朋友关系，有什么问题？你们之间有没有其他的利益关系？当然没有了。那你怎么解释1个星期前韦志玲那间公司转了一大笔款项到你前妻关女士的账户里？这件事是因为我前妻想要跟我拿分手费，而我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在手上，那志玲就先帮我付给她，那又有什么问题啊？你之前说你委托那些基金经理帮公司理财，而孙艺宁就按照你的指示付工资给这些经理，其他的事就不是很清楚。那量子新闻透过 TMT 广告公司将一大笔钱给了江议员家里前管家的事，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我跟江议员谈恋爱，所以他跟他前妻分手。是我主动找他前妻，分手费也是我提出的，还帮他付了。整件事跟江议员一点关系都没有。头啊，很明显他们一早已经串通了，口供也一样。他根本完全知道我要问什么。根据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情报，以及商业罪案调查科同事的分析，周一开市 EGM 基金很有可能会有大动作，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如果我们最后找不到攻破点的话，香港的金融市场一定会受到冲击。邵 Sir， 是。现在时间非常紧迫，星期一股市开盘之前，你要是有怀疑对象，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们说出点什么，一定要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把他们的计划彻底瓦解，明白吗 ？Yes sir。哎，这么早吃早餐啊？我特意等你们的。坐。哇，你好像很久没睡过觉了，兄弟。哪有时间睡啊？明天就开市，安娜连影子都没有。那个江议员真是个老狐狸，一口咬定韦志玲给他前妻的那些钱是分手费。韦志玲也是什么事都扛下了，说江议员什么都不知道。那么现在焦点全都集中在江议员还有韦志玲身上，也无从入手啊。既然是家庭事，那你为什么不再找江议员的前妻呢？说不定会有线索。你认不认识照片里这个人？不认识。那这样应该认识了吧？这个女人真的好不要脸，主动勾引我老公，她都不照一下镜子的，自己什么年纪了，还学人家做狐狸精？那你知不知道，你收的那笔分手费，也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广告公司策划费，是韦志玲通过孙以宁给你的？我不知道谁给的，也不管是谁给的，总之我收到钱就行了。这件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韦志玲是一个意图搞乱香港经济的外国集团，在香港的其中一个头目。他跟你前夫江议员有联系，江议员因为利益帮这个集团办事，可以说你前夫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香港经济安全。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不知道什么香港经济安全。总之我不知道。关女士，你19岁，大学还没毕业就嫁给了江议员，这些年来都无怨无悔。正是因为有你这个后盾，江议员才可以在事业上安心打拼，才会有今日这样的成就。但这个男人有名有利之后，
就背叛你，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被你发现了，还想着用钱来摆平。那你对他所付出的感情、付出的时间和所有的牺牲，真的可以用金钱补偿吗？关女士，这些都不是你的错，是你前夫的错。你的前夫可以为了自己的私利，背叛身边的人，而且是最亲密、同甘共苦这么多年的人。你心里知道，就算你这次帮他度过这一关，他也不会回心转意。你别再帮他掩饰隐瞒，而让自己受到伤害。其实当初他提出离婚，我没想过要这笔分手费，但他说，就算我们离了婚，我们还有一堆孩子要养的，经济上有点保障也是好的。这笔钱是他要韦志玲给的，他还说这笔钱可以和我2个人一起平分。我们还签了合约，我这里有一份。你的意思是，给江议员前妻的分手费是你的主意？没错，我之前说过了，我希望他前妻不要再纠缠我们。如果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就用钱来解决啊！从头到尾，阿奇都没有参与这件事，全部事都是由我决定。但江议员的前妻说，江议员收到钱之后，跟他签了一份合同，详细写了2个人把钱怎么平分了，上面还有江议员的签名。志玲啊，说个好消息给你听。什么事啊？我老婆愿意跟我离婚。你说真的？嗯。不过有条件。什么条件？她有分手费。你知道的，我做公职这么久，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的钱，我也没有做过生意，我哪来这么多钱呢？在经济上，我知道。认识你这么久，我就是欣赏你为人够坦白、够正直。钱不是问题，让我来处理。不行的，你这么辛苦经营公司，我怎么可以要你的钱？是我心甘情愿的。这件事可不只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你对我真的好，志玲啊，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你想想，他为了钱可以放弃一个和他挨了几10年苦的老婆，更何况是你。这种人是最自私的，除了自己本身的利益之外，不会对任何人付出真感情。一直以来，我因为把他拉进来参与金融基金这个计划，我觉得很内疚。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对，是我找江琪去引导汪东凯。哎，不是楼价的问题啊，现在民怨很厉害的，听说还有几块地皮没开发。其实呢，是不是可以建一些简约版的公屋，让一些人入住先试一下？这也是个折中的办法，可以解决燃眉之急。我下个星期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结果他成功引导了汪东凯，所以本来给他前妻那笔分手费，可以让安娜给。但是我想，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的感情就会变得不单纯。所以最后决定由我给。我始终觉得这笔是分手费，而不是替安娜工作的酬劳。我觉得他是因为爱我，所以才帮我干这件事。其实你今天不应该这么冲动来找我。
不行啊，我接到你电话，我怕你害怕。这件事警察早晚会查到的，不如我们趁早远走高飞，好不好？我知道这样做对你很不公平，你还有大好前途。我这样的想法的确很自私。你乱说什么？我跟你怎么可以这样算呢？我为了你，什么都可以不要的。我早就知道，我没有选错人。韦小姐，现在把你所知道的说出来也不算晚。如果将来需要进入司法程序的话，我们可以替你向法庭求情。我们已经联系了很多基金公司的经理，在市场上做了大量的沽空。不出意外，明天一开市，股市汇市都会大跌。